凤晴给自己倒了一杯温开水，然后走到沙发前坐下，靠着椅背慢慢地喝着水。此刻的安静让她有短暂间的放松。听到楼上响起了脚步声后，凤晴精神再度紧绷，她坐姿依旧，甚至都没有抬头看楼上。不用猜，她也知道是母亲。很快，凤家主从楼上下来，他走到凤晴的身边坐下，问女儿怎么回来的那么晚。看到女儿脸上的疲倦，凤家主伸出手摸了摸女儿的脸，叹了句也不知道是对是错，是福是祸。妈，我没事。凤家主这句话，凤晴理解其中意思，是指认回了他。真假千金各归各位，对他来说是好是坏。有时候凤晴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不回归凤家，她有自己的事业，也有足够的本事摆脱养父母一家人的压榨欺凌了，她会过得轻松自在，不用像现在这样努力地支撑着凤氏集团。凤氏集团在她母亲手里几十年，未能蒸蒸日上，反而江河日下。她能发现很多问题，也想过改革，但是凤氏集团现在还不是她当家，她的提议如果得不到母亲的支持，就无法在公司里推行。有时候凤晴都觉得自己有心无力，想不管吧，这又是她的使命，她不能不管，也不能让凤氏集团就此在江城的商界消失。除此之外，她还要应付着明里暗里的敌人，家族里的事务大事不用她抓主意，她有参议权，但小事情都是交给她的了。一个家族那么大，小事情多得很，不知道是母亲有意的，还是当家主真的要管那么多事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也会闹到她的面前。凤晴不知道凤氏家族是怎么能够拧成一团过到今天的，明明矛盾那么多，为什么就不彻底分开，各过各地呢？树大分支，看你满脸倦容，很累了吧？凤家主心疼地道，累是累了点儿，在我能撑住的范围内，明天可以休息。凤家主嗯了一声，他缩回了摸女儿脸的手，温声说道，明天在家里好好睡一天，人没有睡好，没有精神，工作效率会下降，也会影响身体健康。妈，我知道的。妈，很晚了，你也去睡吧，我喝完这杯水就上楼休息了。妈已经睡醒一觉，暂时还没有睡意。凤家主也起身去给自己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喝了几口后便拿起了电视遥控器，说道，妈，看会儿电视，打发时间，免得躺在床上睁眼到天明。凤晴看着母亲，忽然问道，妈，你是否后悔那样对我爸了？她刚回凤家，看父母感情是挺好的，至少母亲回到家里有父亲对她呵寒问暖的，不管父亲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他对母亲的呵护那是做到极致的。以前妈失眠的时候，能和爸聊聊天，话话家常，或者爸陪妈出去走走，他是见过深更半夜父亲陪着母亲在院子里走动的。凤家主没有马上回答女儿这个问题，只是说了句，你大哥有2天都没有回家过夜了，你大嫂又怀疑他在外面找情妇。说到这里，凤家主叹口气，基因的问题，我的基因好，奈何你爸的基因也太强大，你3个哥哥都遗传了你爸偷吃的基因。阿晴，在你看待这件事，你觉得妈做错了吗？我接受不了背叛，不爱了可以离婚，但不能在婚内出轨。凤晴的答案让凤家主笑了笑，看他的眼神温柔，都说凤家的好基因是遗传给女儿的。以前妈是不相信的，找回你后，慢慢的妈就相信了。你的性格行事作风跟妈很像，以前她总觉得女儿的性格行事作风不像她，后来才知道被她寄以厚望的女儿是前管家的女儿，而她真正的女儿却成了管家的女儿。凤若与凤晴的身份调换回来后，凤家主慢慢就发现凤晴是真的很像她。真要说有不同之处，那就是凤晴还有良知底线。
三观颇正，不像他，为了上位，能弄死姐姐一家，害死妹妹，不择手段。如今步入晚年，他的日子越过越差。凤家主想，可能是老天爷在报复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吧。凤晴笑着，妈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像妈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凤家主也笑，是呀，咱们母女俩是最相像的。妈，我大哥会不会真的又在外面乱来？他可能借着去医院照顾我爸，就找时间出去鬼混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凤晴点醒母亲，想让母亲去调查一下大哥，免得真被凤若勾了去。三个哥哥都很疼爱凤若，凤若各方面也不错。在知道凤若不是他们亲妹妹后，凤若真去勾引他们，他们能把持得住吗？凤家主神情变得严肃起来。妈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咱们母女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说吧，就算是不好的事情，妈也保证不会冲你发脾气。凤家主或许和凤晴不会真正交心，但毕竟是亲母女俩。私底下，他对凤晴是越来越包容。凤晴说到那天妈从医院离开时，是否遇到了凤若？后来我去医院也看到她，我看她很不甘心的样子。她在咱们家被大家千般疼爱长大的，过惯了锦衣玉食，享受惯了荣华富贵。如今的她几乎什么都没有了，妈觉得她会甘心吗？就是我爸对她也还是关心的，偷偷的问过我大哥凤若的情况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只是没有吭声而已。提到凤若，凤家主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，冷冷的道：他甘心又如何，不甘心又如何？他不是我凤家的血脉，我凤家的东西，他拿了去，我全都收回来，理所当然。他有什么好怨的？他想继承财产，回去继承他亲生父母的去。我凤家的家产只给我凤家的血脉，你三个哥哥能得到的只是我的私产的一部分呢，更不要说他凤若了。凤晴说道：万一他通过我三个哥哥，哥哥向来疼爱他，凤若现在没什么本钱了。他点到为止，没有说得很明白。母亲心思沉，会想到的。如凤晴所想的那样，凤家主很快就明白了女儿话里的担心。凤若现在唯一的资本就是她的姿色，三个儿子在外面都养过情人，估计还不止一个，也不是第一次出轨，只不过以往儿媳妇们不知道罢了。他们的色心遗传了郑华的，凤若如果有心去勾引郑一帆他们，还真有可能成功。他们本来就疼爱凤若，对凤晴这个亲妹妹始终没有感情，凤若通过他们拿到些好处，那是必然的。这样想着，凤家主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如果凤若真的勾引了一番，那就是父子俩都栽在凤若手里。郑华还可以说是被算计，郑一帆呢，那就是愿者上钩了。阿晴这件事，妈会处理好，你不用管凤若的一举一动，妈会安排人去盯着。若他真敢利用你哥哥们，妈会跟你嫂子说，让他们去维护自己家庭的完整。凤家主都懒得出手了，也是有点狠不下心吧。怎么说都是自己当成亲女宠着长大的，20几年的母女情，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。可能是他年纪大了吧，再也没有年轻时的那股子心狠了。在看到凤若和郑华在一起的场面时，他当时气得发疯，都没有对凤若痛下杀手，就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心软了很多。妈，我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管他的闲事，只要他不来招惹我，我懒得理他。凤晴刚回来时，的确是把凤若当成对手，不是他要跟凤若斗个你死我活，是凤若要跟他拼你死我活。他一直表现得处于劣势，让凤若以为有胜算。在知道三个嫂子联手坑算凤若时，凤晴没有出声，算是站在嫂子那一边，也等于是利用了嫂子帮忙对付了凤若。那一招够狠，如今的凤若在他面前就是个失败者，一败涂地，再无翻身之日的那种。凤若以为他去勾引哥哥们，
就能改变败局吗？错了，那样做只会败光他在母亲心里最后一点情。凤若真那样做，被抓个正着，等待他的只有被强行送离江城，或者直接让他在这个世上消失。母亲不会允许一个怨恨着他的养女继续留在江城，留在凤家人身边兴风作浪的。他之于你来说已经是个废人，是不必花心思在他身上。你该花心思的是不让海玲崛起。他的新公司建起来了，并且签了不少合同，还租有厂房开始生产。他公司涉足的行业产品跟我们凤氏如出一辙，这分明就是跟我们凤氏争生意的。同行相争，他既然跟我们争生意，就是我们的对手。对付敌人不必心慈手软，趁他的公司刚起步，还处于脆弱阶段，咱们要迅速出手，将他扼杀在摇篮里。凤请默了默后说道：妈，海玲谈下的生意大多数都是乔氏集团的，还有一些是看在战家、陆家与商家面子上的大公司。他们那几家大公司可不将我们凤氏放在眼里，怎么动手你自己去想。妈是不想看到海玲在江城崛起，凤家主心里清楚，亲生女儿其实不想与海玲为敌。如果海玲不是她长姐的后人，过来江城就是针对凤家的。凤家主也不想和海玲为敌。海玲背后站着的三大家族，虽说远在管城，却也让人不敢小瞧了去。那三大家族若要联手对付凤氏集团，凤氏抵挡不了，更不要说还有一个若隐若现的苏家。凤家主用着命令的口吻，要求凤情压制着海玲的崛起。还有家族里有些人蠢蠢欲动的，他们似乎想将宝压在海玲身上。这些人你施以惩罚，给他们一点警告及教训。我还活着呢，就想着被判出家族了。我长姐死了几十年，就算海玲是她的外孙女，又如何？还能让海玲上位？现在是我坐在家主的位置上，在我女儿有能力接班时，不可能将家主之位还给我长姐的后人。她杀姐灭妹才换来的权势，想让她将权势归还给长姐一脉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阿晴，妈知道你心有良知，三观正，但是咱们家族就是那样。你不要想着将凤氏还给海玲，海玲有什么资格接管凤氏？她只是上任家主的外孙女，你却是现任家主的女儿，是咱们凤氏的少主，你比她更有资格，也更有能力接管一切。海玲刚起步而已，没有10年8年的经验，就算让她接管凤氏，那也是一团乱的。不要以为凤氏族人那么好拿捏，你回来也2、3年了，还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。那些老鬼怎么对你的，你心里没个数。也不要小看他们，他们真拧成一团，很能压制他们，除非清算灭口。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，以前时代本就乱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死个人，警方追查跑不掉的。凤情严肃地道：妈，我知道的，放心吧，我会尽最大努力成功交接的。妈相信你有那个能力的。阿晴，你要记住，我们身处这个位置，面对敌人时，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，绝对不能心慈手软。败了，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，就像古代那些皇子争夺皇位一样，成功的那个上位后，大都会清算手足，因为他们害怕兄弟也像他们一样夺位。就算海玲上位不会要咱们的命，但咱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。族里的那些人惯常会捧高踩低，我比你更清楚，更了解那些人的心性，所以咱们不能输给海玲。妈已经一把年纪了，什么结果都无所谓，但你们还年轻，未来的日子还长着。你若输给海玲，怕是无法再在江城生存了。凤情安抚着母亲：妈，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也有退路的，放心吧。天下之下
总有一条路适合我的。不要想着输的问题，你不能输。凤家主厉声说道。凤晴叠声应着，好好好，我不能输，我要赢，我要赢，能赢再说吧。他只想知道，母亲当年是不是真的杀姐灭妹，才坐上家主之位的。真是那样的话，不用海玲争，他主动将凤氏交回到大姨后人的手里，拔乱反正。他远离凤氏，经营他自己的生意也能过得很好。凤家主看着女儿，女儿话里的敷衍，凤家主岂有听不出来？他瞪着女儿，凤晴坦然地迎着母亲的瞪视。良久，凤家主叹口气，再次伸手摸了摸女儿的脸，温声说道：“你是个有主见的女孩子，妈跟你也只有2-3年的感情，你不愿意听妈的，妈也没有办法。刚才是方先生送你回来的。你们俩都是年轻人，天天朝夕相处，对方先生有什么想法吗？”凤晴瞪大眼，妈，我对方先生能有什么想法？妈不是说了吗？他是我的助理，全能助理，一生只忠于我。他是我的全能助理，经常跟在我身边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凤家主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方先生不能有爱情，不能娶妻生子，除非他有本事成为你的男人，那样他就能像普通人那样有家有室，有妻有子。咱们国人总是讲究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他就算是个孤儿，也是想着给自己留个后的。方先生看你的眼神似乎有情。”凤晴，妈，你很少见到他，怎么看到他眼里对我有情？凤家主还是笑，妈是很少见到他，又不是没有见过，妈是过来人，哪有看不出来的？也就是你身在其中没有感觉而已。方瑶对凤晴的感情藏得很深，但是面对凤晴时，总会不由自主流露出一点宠溺。凤家主无意间捕捉到，都不用多想就能确定方瑶对凤晴有情，这对凤晴来说既是好事也是隐患。好的一面就是方瑶深爱凤晴，便会对凤晴更加的忠心耿耿，隐患则是万一方瑶修炼的不够，爱而不得，因爱生恨，做出伤害或者背叛凤晴的事，他不就成了凤晴的隐患？虽说助理都是一辈子忠于家主或少主的人，但事事无绝对啊。凤家主不得不担心这一点。凤晴回想起与方瑶相处时的点点滴滴，很正常呀，就跟他和乔涵相处时一样，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。他对他有爱情吗？凤晴不太相信。妈，我对方先生暂时没有想法。凤晴没有把话说死，以后的事谁知道呢？万一以后他也对方瑶有情呢？默了默后，凤家主说道：“妈也不反对你和方先生有情，其实你和他在一起最适合，他一辈子忠于你，也不会介意当上门女婿。有能力的男人很少有愿意给我们家女人当上门女婿的。方先生则是特殊的存在，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的是长姐的助理，但对方只把他当小孩子来看待，一颗心完全放在长姐身上。但是长姐却娶了其他男人，还与他姐夫连生2个女儿，婚姻生活很幸福，比他和郑华幸福10倍。他身边的助理对他有敬有忠，却没有爱。同样的，他也对自己的助理没有男女之情，所以他们仅是家主与助理的关系。如果他当初对自己的助理动情，说不定生出来的儿女会更优秀，也不会发生女儿被调换的事情。凤晴笑着，妈，我现在不想考虑爱情，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。我跟妈说过的，若是真需要一位接班人，我会生个女儿，但只要女儿不要爸，免得像妈这样遭到我爸的背叛。他还想撮合女儿和方瑶在一起。方瑶是个孤儿，不会有家族拖累，不管嫁不嫁入凤家，他都会忠于凤晴。
凤晴又是个只想要女儿不要男人的想法，终究是亲生女儿，凤家主哪能看到女儿单身一辈子？既然方瑶对凤晴有情，他就告诉女儿，他不反对女儿和方瑶在一起的。撇开过去的心狠手辣不说，凤家主也是一位普通的母亲，她也操心着女儿的人生大事。等你爸出院后，妈要出一趟远门，公司和家里的事都交给你了。凤家主换了一个话题，在婚姻大事上，他说服不了女儿，女儿的想法也不被他接受。总之，就是母女俩谁也无法让对方屈服。不愉快的话题只能错开了。凤晴关心地问妈要去哪里，又去管城吗？妈还去管城做什么？海玲都来了江城，妈有个故人，听说在某个城市，妈想去看看他，确定一下是否真的是他。凤家主嘴里的故人，正是他长姐的助理，那个他从懂得爱情开始就暗恋着的男人。从长姐死后，那个男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担心自己有把柄落在对方的手里。几十年来，凤家主一直没有停止过找他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找了几十年，近期总算有点眉目了。但到底是不是他，凤家主也不能确定。他需要去一趟见到那个人，才能确定是不是他。他助理传递给他的消息是，对方90几岁了，身体依旧硬朗，并非独自生活，而是结交了几个老友，与老友们聚居。他的那几个老友听说有人懂医理，经常帮他调理身体，他才能活到90几岁，依旧健健康康的。助理说，以他目前的状况来看，活到过100岁不成问题。凤家主以为他早就死的了，找了几十年，可以说他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就差挖地3尺，依旧没有他的消息。算着他的年纪，凤家主又认为，就算他手里有他害死长姐和妹妹的证据，那么大年纪的人也会老死了。没想到还活着，还活得很好。在长姐和妹妹相继离世后，他消失不见，是知道以他一己之力无法对抗他，加上他姐妹3人只余下了他，那么家主之位必定会落到他的身上，他才会逃离，想着等待机会替长姐复仇吧。让他知道长姐的2个女儿还有一个活着，孙辈又有3个女儿，他肯定会抓住机会替长姐报仇的，不能让他手里的证据落入商太太等人的手里。这一趟远门，凤家主出定了。妈的故人是？凤晴好奇地问着。凤家主没有告诉他，只是说到是妈的故人就是故人，你不用问那么多。妈不在家的时候，你管好公司，处理好组里的事务，谁要是不听你的安排，记着等妈回来再处置他们。要是你能处理好就更好了，妈毕竟年纪大了，需要慢慢放手，让你上手，你也不能一辈子依赖着妈。凤晴说道，妈，我知道的，你放心出门。妈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，上次妈去管城去了大半个月，我在家里不也干得好好的，母亲不在家里，她反而更自在，那些人也没有办法借助母亲来压制她，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妈相信你。很晚了，快上楼休息吧，妈看会儿电视再去补眠。凤晴嗯了一声，跟母亲说了声晚安，便起身上楼去了。等凤晴上楼后，凤家主抬手拉出了中年戴着的一条项链，那条项链的中间有个吊坠，吊坠里面藏着一张小相片，那张小相片就是上任家主助理年轻时的相片，是凤家主以前偷拍他晒出来后减小了，藏在他项链吊坠里。都是说初恋最难忘，他和他并不能说是初恋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爱过他，只是把他当成小娃娃或者二小姐看待。在他的眼里，长姐才是女人，他心爱的女人。为了长姐，相信他也是终身未娶。不管你躲在哪个角落里，只要你还活着，我都会把你翻出来的。
凤家主低喃着，这是他第一个爱上，也是唯一一个爱上的男人。哪怕过去了几十年，他的内心深处依旧有他的位置。他与郑华结婚，不过是他需要有个丈夫，需要生儿育女，好让自己好不容易抢来的权势能够延续下去。郑华告诉凤晴，他母亲心里有人，那是事实。凤家主心里有人，一直都有人。他戴着的这条项链，那枚吊坠从来不是人，不想让人看到他偷偷藏了个男人的相片在吊坠里面。凤家主靠在沙发椅背上，闭上眼睛回忆着以前的日子。不知不觉他睡着了，在梦里他梦到的不仅仅有他，还有把他当成女儿养大的长姐，更多的是长姐。长姐比他年长了那么多岁，从他有记忆以来，长姐就充当着母亲的角色。等到母亲生完妹妹后，没几年就去了，他和妹妹就更加依赖姐姐。姐姐很忙，早出晚归，但也没有忽略他和妹妹很疼爱他们。姐姐防着任何人，却不防着两个妹妹，结果却是妹妹要了他的命。凤家主再次醒来时，满脸都是泪，他连忙抽来纸巾抹去满脸的泪水，生怕被人发现他落泪了。做都做了，而且做了几十年，他就算后悔也于事无补，也不能后悔。后悔改变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，反而会让他心软，然后遭到商太太等人的清算。姐，别怪我。凤家主低喃了一句。电视开着，凤家主没有看，他也没有心思看。就这样，电视开到了天明。凤晴醒来时已经是11点，大宅里除了佣人、保镖外，就只有他一个主人在家。老母亲以及兄嫂都外出了，凤晴也懒得问他们去哪里。洗刷后换过了衣服，拿了件厚外套，凤晴便出了房间，手机拿在手上，边下楼边打电话给海玲。海玲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。海玲，中午一起吃饭，有时间吗？凤晴爽朗地笑问着他。也不等海玲回答，他又继续说道，我听说陆总带着洋洋过来跟你团聚，我也怪想洋洋的，请你们一家3口吃饭，你可不能拒了。我已经让方先生帮我在丰泽大酒店订好了位置，中午见。海玲笑道，你这是征求我的意见吗？你这是通知我？难道你要拒绝我？我可是你的长辈，长辈请你吃饭，你还要推拒，也太不孝顺了点儿。海玲，我又没有说拒绝，本来我们中午就打算留在酒店用餐，既然你请客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上午去哪里玩了？我昨晚很晚才回家，睡到现在才起来，都没有时间过去陪洋洋玩。等会儿吃过了饭，可得和洋洋玩上一会儿。他父子俩什么时候回管城？海玲忍不住纠正他的说法，凤晴，我和东明还没有结婚呢，那不是早晚的事吗？难道你要改变主意，不打算嫁给陆东明？我知道陆总对洋洋极好，视若亲生的，他们俩早就像一对父子了。海玲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还老费心打听别人的感情，你赶紧找个男朋友，让我有个表姨夫叫一叫。凤晴哈哈的笑，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表姨夫。我不想结婚了，过段时间找个素质好的男人，跟他商量商量，借个种生个女儿，有了接班人就行。海玲，你妈知道会气得吐血，她气到吐血也是她造成的。她和我爸的婚姻貌合神离的，表面幸福，实则上一点都不幸福。这样的婚姻有什么好？我怕我步入她的后尘，干脆就不嫁人了。凤晴认为，以她的身份及性格，真招个男人上门，可能也会过成父母亲那般，这样还真不如单着，好歹不会被气死，不会遭到感情上的背叛。想要女儿也容易得很，多要几个女儿都可以呢，
反正他养得起。洋洋还识得我吗？不识。你看看你，也不跟洋洋说说我。表姨见不得人吗？海玲好笑的道，怎么说？我又没有你的相片。告诉洋洋有你这个人存在，他也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子。等会儿一起吃饭，洋洋就知道你是谁了。也是，那不和你说了，我一会儿就到。你们在丰泽大酒店等我，叫上站三少爷和乔少吧。乔涵已经公开了她是个女人，不过她还是习惯男儿打扮，大家对她的称呼也没改，依旧叫她乔少。海玲答道浩宇和乔涵出去旅游了。凤晴愣了一下，他们俩出门旅游去了，好潇洒呀。她也想出门旅游去，天天家里公司2点一线，日子过得紧张又郁闷。海玲说道，可不是，潇洒得很，我都好久没有去旅游过了。从她嫁给周红林开始，就没有出门去过旅游了。平时出差也是匆匆去，匆匆回，并没有时间去玩，放松放松。乔少有了战三少就是不一样呀。凤晴感叹得到，陷入情网的乔少有点女人味了。乔少有个孪生弟弟，他不在公司里，还有乔轩撑着，倒是可以放心的去玩。而他还在努力的学习，努力的适应凤家的尔虞我诈的，连出差都不敢走太远太久，顶多就是今天出差明天回来的那种，怕走远走久了，好不容易积起来的一点威严又会荡然无存。就算没有了凤若这个对头，还有3个哥哥对他虎视眈眈的呢。公司里还有几个硬刺儿还没有拿下来的，大部分人如今都认可了他的努力。她又是凤家真正的女儿，他们虽说在凤氏集团待的时间长，也为凤氏集团出过力，有过功劳。凤氏集团毕竟是凤家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，免得凤晴上位后对他们进行清算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嘛。你什么时候也陷入情网，散发点女人味给我闻闻。凤晴笑骂，连长辈的玩笑都敢开了。你闻闻你身上的味道，那就是女人味了。不跟你开玩笑了，我先开车。好，别开飞车哦。知道了，都不知道谁才是长辈，出过门开次车，还要被晚辈千叮万嘱的。我那是关心你，咱俩还没有一决高下呢。凤晴笑笑说道，就做表面功夫得了，我并不想与你为敌，今天不说这些。不说这些，今天是家庭聚会。结束通话后，凤晴已经走到了他的车子前。他下楼梯时，管家就通知了保镖帮他把车子开出来，停在院子里，不用他去一次车库。大小姐，凤晴的贴身保镖恭敬地问好，我和朋友约了吃饭，你们不用跟着我了。大小姐，保镖们颇为着急。大小姐是会打架，其实并不会真正的功夫，只是以前跟人干架干的次数太多，才会打架的。他们不跟着大小姐，万一大小姐出什么事，家主回来会扒了他们的皮。家主可就大小姐一个亲生女儿，方先生会陪着我过去。保镖团听说方瑶会跟着，也就放心了，没有坚持跟着凤晴出门。很快，凤晴开着车出门，刚出别墅就看到了方瑶的车子停在不远处，他靠在车身上，似乎在抽烟。看到凤晴出来了，他立即掐灭了烟支，并扔掉了烟头，又摸了一块口香糖出来，包了口香糖的包装纸，嚼着口香糖，借此去掉嘴里的烟草味。凤晴没有说过不让他抽烟的话，他知道他不太喜欢烟草味的，偶尔他抽烟都要嚼口香糖去掉烟草味。大小姐，方瑶走向他，凤晴停了车，按下车窗探出头，问他帮我准备好给洋洋和陆总的见面礼了吗？方瑶笑，我办事。大小姐还不放心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大小姐自己开车过去。有什么问题吗？
方瑶说道：“大小姐要是喝2杯，就不能开车了，还是我送大小姐吧，这样大小姐可以放心大胆地喝上几杯，不喝酒了，昨晚喝得够多。”想来海玲也不会喝，洋洋还是孩子，陆总的腿还在恢复期，海玲肯定不让他喝酒的。他这样说，方瑶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等凤晴开车越过了他的车子，他才上车，开着车跟上了凤晴的车子。半个小时后到了丰泽大酒店，海玲带着洋洋在酒店的大堂厅等着凤晴的到来。陆东明因为行动不便没有下楼，凤晴不知道海玲等着他了。他停好车后就等着方瑶把车子停好，然后走过去拉开了车后座的车门，看到车上塞满了方瑶为他准备的见面礼，有给陆东明的好烟好酒以及一些营养品，洋洋的就是玩具、新衣服以及几副金手镯以及长命锁。新衣服可能买的有点偏大，方瑶不知道洋洋穿多大码的。给洋洋买新衣服时，跟服装店的人说是3、4大岁的小男孩，人家帮他挑选的，他往大了买，想着买大了能放一放再穿，也能穿久一点，买小了穿不下需要退回去，太麻烦。没办法，他是第一次给小孩子买衣服，没有经验，就像以前的陆东明哄洋洋一样，没有经验，只知道送风车，次次送风车。洋洋再喜欢风车都收到厌了。买了这么多呀，你给陆总买了好烟好酒，小心海玲揍你，我可不会护着你的哈。方瑶笑着，又不叫陆总现在喝，是以你的名义送的，你除了能送他烟酒以及一些营养品，还能送什么？凤晴一想也是，两个人将车上的东西都拿下了车。方瑶又从副驾驶座上拿了一枝花，转身将那枝花递给凤晴，说道：“我花房里培育的玫瑰花开了一枝，我捡了带过来，给大小姐欣赏欣赏。这枝玫瑰花开得真漂亮，真看不出来你养花还有一手。”凤晴没有多想，接过了那枝玫瑰花，没有捕捉到方瑶眼里的柔情，就与方瑶一起进酒店。凤晴这里，两人一进酒店，海玲就看到了他们，朝他们招手，他则是牵着洋洋走过来。洋洋穿了很多衣服，像包粽子似的。南方的小娃娃第一次见到真雪，想来不会躲在酒店里的。海玲应该是带小家伙出门玩，才会包得像个粽子，留在酒店里，暖和得很，不需要穿这么多的衣服。海玲，凤晴笑着叫了一声，视线落在了洋洋的身上。这小家伙他见过，但是洋洋对他没有什么印象，更不知道他是海玲的表姨。洋洋还记得姨婆吗？凤晴蹲下身去，腾出一只手摸了一下洋洋的小脸，小家伙闪烁着大眼睛看着凤晴半晌，老实的摇了摇头，答道：“没有印象。”“你是我姨婆吗？”“我有姨婆的。”凤晴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有姨婆，我也是你的姨婆，表姨婆。洋洋不想多几个姨婆吗？”